佳佳，你不要逃避现实，你要面对现实。我们现实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吗？就是要面对这种苦难的吗？对我来说，工作不会难找，只是看你愿意从多低开始做。每件事情都难啊。你说我现在要换工作，你会容易吗？那我倒不如 take a break 去看一下不一样的事情，可能我回来有想要做更不一样的东西。天哪，不对劲，我就去问我认识的同事，我说对呀 bring a plate 啦 bring a plate 不是叫你 bring a plate 啦不是啊，你要带食物来。成回填吗？在节目开始之前，可不可以先请大家看一下自己手机的 wallpaper 墙纸是放些什么图案呢？你看了是不是？我其实没有要什么心理测验，也没有说你放了这样的图片呢，你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只是想问大家，其实有多久没有换你的 wallpaper 了呢？有没有发现以前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就很爱换，就觉得哎呀，最好是每天不一样的图案啊，或者是随着心情去转变那个 wallpaper 啊，就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久而久之，你就懒惰了，像我一样，像我的人生一样，进入一个舒适的环境，我就懒惰改变了，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勇气去换一下我的生活方式了呢。今天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嘉宾他的故事。这位嘉宾呢，他是我的 ex housemate， 他是以前我的管家，然后也是我的 ex 同事。我们欢迎佳佳。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他其实现在呢，他是算是回来马来西亚度假。他是马来西亚人，但他现在回来马来西亚度假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长期留在纽西兰工作了。对，没错。聊一下你原本在马来西亚工作。你是说我要聊我所有的工作？哎呀，讲一下啦，要不然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 ex 同事。对，精彩。我以前是他发第一张唱片公司的助理。对，就是我们第一家公司，也就是光良Danny Wan 啊，林家俊啊，宇恒啦，对的 28 Stage， 对，我们的第一家公司，没错。所以我就在那里待了4年，所以因为加入了那间公司，就认识了陈慧田。他那时候应该是我带的第一个艺人，对，他跑的第一场通告就是我的宣传会。对，签唱会。对，我连那个签唱会都忘记，你看多久没有跑了。宣传会是什么东西？明明就是签唱会。对，签唱会。然后呢，没有做这个唱片公司之后呢，我在那边其实待算久因为4年没有做那间唱片公司之后，我就去了就是 Asia Big，大概就是 Asia 的那个 loyalty program 赚积分的那个公司当客服。对，所以你客服没有人回应你的时候，就是他以前不是不是吗？我们很努力在那是 Asia 吧，我们是 Asia Big。有很努力在回答大家的问题，但是真的太多了。对，好，然后这个以后呢，我就去了一间叫 Dim Sum 的，它是我忘了有这一段呢。哎呀，我在那1年。Dim Sum 是以前是做节目的，不是节目，它是那个streaming video streaming 公司，有点类似什么 Netflix 之类的，但是马来西亚版。所以我就在那边也是当了marketing 1年，然后过后我就跳很大的转去银行。哇，真的是一个180度的转变。没错，就是有一个比较内容制的。对，就比较没有其实每一份工作都不一样了。对，因为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艺人经纪，然后策划宣传什么嘛。第二份工作就当客服，你知道吗？客服，然后之后就换去 marketing，就是你要讲去 brand and marketing， 之后就跳银行。但银行我做的主要是负责产品，还有一些也是 marketing campaign 的东西，但也不会挑很远，只是领域上面就很不一样。真的算是蛮不一样，每一份工作都有它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OK。但是最不一样的地方应该就是去到纽西兰这件事情。就是银行结束之后有休息一段小时间去帮一个朋友在他品牌上面的一些事情。但真的很小段时间啊，很小段，因为其实帮朋友那个算是一个插曲。因为我原本在银行的时候我就觉得生活很沉闷，你知道了，所以我就申请了纽西兰打工度假这个东西 Working Holiday。 对，但偏偏我拿到以后呢 Lockdown。 这真的是对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对，因为我是2020年那一年拿到的，但因为拿到过后我好开心要去嘞，突然间 lockdown MCO 了，就2年。
本还是觉得哎呀应该不可能去的了啦，对而且你知道它就是有年龄限制的嘛，之前就是30岁以前你就要做掉这件事情。对，因为我是在30岁那年就已经申请了，所以30岁已经是最后门槛，如果我拿到就有的去，拿不到我就没有机会了嘛。所以呢，一拿到结果他 lock down 就觉得好应该没有机会了吧，他再开回我也是过30啦，应该不会。结果就在2022年啊，感谢纽西兰政府，他们应该很缺人，他说好吧，我们特色给这些2020年申请没办法来的，而且很幸运，原本只申请到半年，但因为他们应该非常缺乏劳工，他们讲说好，我们特色让这些人可以来1年。哦，太好，真的是因祸得福哎，所以有时候候真的大家不要担心哦。哎，我现在的 plan 哦没有办法进行，搞不好下一步会更好。没错，真的是永远不知道，好不好？那你其实想这个 working holiday 想了多久的时间 ？working holiday 去纽西兰打工度假这件事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向往的地方，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人可以去打工度假的地方不多，就是澳洲、纽西兰，可能加拿大选择不多。但是因为纽西兰它是一个山好水好，对，很漂亮的国家，而且很多马来西亚人过去，所以就变成好像可以去走走看。因为我在离开以前，我那时候刚好爱上爬山，你记得吗？然后我就那时候疯狂爬山，我觉得纽西兰这地方我一定要去爬山，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然后就想说已经开放了，那可以不可以去？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过一个很好笑的东西。我讲过什么？对，你说，反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就去问神。然后我跟你说，真的，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对，然后我跟你说，为什么问？他叫我不要去，我要去，所以我才不问。没有嘛，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很传统啊，让我老思想，我就觉得真的是自己想不通了，就去问神，然后问神，神给你的答案哦，你自己会觉得哈，可是我不要，你就知道答案啦。对，可是你就知道那个，可是我不要。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有那个答案，就去 follow 自己的答案了。我一知道可以去以后，完全没有犹豫，觉得我能去还是不要去，知道？我觉得我就一定要去，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想说我要在那边留的比较久，我可能就觉得是一个 break， 最多就是1年或1年半的事情，那我就会回来。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要？这是一个机会，而且我过30加还有机会耶！你知道，如果我放弃这机会，我是不会再有机会了吗？所以其实你是用很短的时间去决定这件事情，非常短。我一拿到说好我要去，然后我就打包行李说我要打包行李。没有，可是你去申请之前，你用多少时间去想因为对我来讲，我可能会想1-2年呢。那我没有这么久啦，因为也蛮快，因为我那时候我在银行工作也没有很开心，因为你知道每天一成不变又压力，每天 KPI 什么，我就觉得好烦，所以就觉得说我想要去 take a break recharge 一下，所以就很快速的就做这个决定。所以讲真的，你做这个决定，其实那个 motivation 有很大部分是因为原本的生活太沉闷。对，你这样讲，我其实有突然间想到，因为背包旅行这件事情是我从大学开始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因为你知道一毕业我就踏入社会，然后开始工作以后，你就觉得很多东西比较放不下。是啊，因为你很多 commitment。 对，你有 commitment， 而且你觉得工作也做得很开心，然后停一半这样子不上不下卡着，就觉得好像也很烦，就很怕麻烦，觉得好像就没有，然后就一直换了很多份工作，换到这银行这一份觉得不行，真的不行，我还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竟然已经是最后的门槛30岁了，所以我就觉得好，我就放手一搏，如果申请得到我就去，申请不到我就不用去，反正决定权不在我，只是我要给钱。对，而且讲真的30岁这个年龄呢刚刚好，因为你有一点成熟了，然后你稍微有一点点的那个经济能力，你可以至少你可以说哎呀，我去一趟在纽西兰我玩一下，我边工作边旅行，然后我的钱还不会说消耗的太多，对不对？再迟一点的话，像我这个年龄差不多要接近40，就真的没有太多勇气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想做，你要趁年轻，也不是说你老了不能做，但是那个勇气真的会被消磨。除了勇气还有你的 criteria， 因为你已经不够资格可以申请了。这个是一个机会要把握，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讲真的，除了刚才我们讲回的你是要 take a break，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这个 take a break 有一点点想要逃避现实，会吗？我觉得某程度上你要 take a break 就是一个逃避现实。他其实讲的好听就是去 recharge take a break， 讲的难听就是我不想面对这边，我想要离开一下，也是逃避现实啊。只是看你怎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个是很正面，有一个是比较负面嘛。你逃避现实听起来就是很负面，这个人啊俗辣。我知道逃避现实就是看你的人会讲的，比如说可能担心你的一些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佳佳你不要逃避现实，你要面对现实，我们现实就是这样子的。
啊，我们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吗？就是要面对这种苦难的吗？工作上面一定是这样的，你不要逃避现实。会不会一开始要去，会不会很多人跟你讲这些？其实倒没有，而且反正家人其实很支持我。哦，真的啊。只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真的是有遇到几个朋友知道我要去，就说，你确定吗？你30岁了，你要去，你放得下你这里的commitment？你觉得你回来你还能重新开始？他们会有这样子的顾虑，因为有些人会觉得30岁是刚好的年龄，有些人是觉得30岁已经迟了。所以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的想法不一样，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你好像比较自私，比较不成熟。那你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没 nothing to lose。你知道吗？我没有什么东西好担心的。你得知道我的工作换了这么多份，每个领域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工作不会难找，只是看你愿意从多低开始做。我的想法那时候是这样，因为一有人问我，可是你要回来，你现在银行就是这样子啊，你停了1年，你要找工作很难。我说每件事情都难啊。你说我现在要换工作，你会容易吗？也是难啊。那我倒不如 take a break， 去看一下不一样的事情，可能我回来有想要做更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我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或者是我可以去别的国家，你不知道。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是用想的永远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想，你知道你的脑袋无限大，那个它可以去到很远，你可以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就是说啊，怎么办？我回来可能就没有人要我了，然后你又不愿意去尝试的话，你可能就是真的是原地踏步。OK，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提醒自己的，包括我自己。那我们就说回到已经去到纽西兰，终于去打工了。你去到那里，你去工作的时候，跟你想象的画面有差别吗？因为我们每个人想到，去 working holiday 应该就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想象肯定跟现实是有落差的，因为我们去之前我们会有憧憬，然后我就想说，去那里到底要打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去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你的工作肯定是出工，比如说果园啊，你要采水果啊什么之类，肯定不会是文职。那因为自己也不介意这件事情，所以才选择去的嘛。所以去到以后呢，我算是幸运的，因为那时候纽西兰很缺人，所以找工作还没有现在这么困难。然后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所以我就想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本来想说要去做 F&B， 你知道，就是那种比较文青路线，然后泡咖啡什么之类。我还也是有这样子的。有啊，你记得我那时候去之前还跟杰夫学。对，还跟我现在学怎么样泡咖啡啊之类的。对，就想说至少有一技之长，我可以去应征多一个职缺。但是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你想要往这个方面去，可是你去到的地方未必餐厅缺人。所以那时候就只好说，这个冬天缺人的就只有 housekeeping， 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去扫厕所。可是一开始是没有想过是做 housekeeping， 对不对？没有，因为我想要说，我就算再愿意做其他工作，我都不会想要 housekeeping， 因为很难这个，因为听起来就很累，而且会很脏。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小洁癖的人，你知道吗？但最后我就要变成……但你是一个很好的管家，你能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一听到他说housekeeping。也是可以的一开始是惊讶，后来就觉得他把家里打点得很好，他没问题。对，所以这一份工作就跟我想象的有点落差。那时候因为是第一份工作，然后觉得说看着那存款，因为一开始去到的时候1-2个星期是还没有拿薪水，然后你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你就已经是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所以想说好，我要努力一点，我要打2份工，因为那时候没有想要留久，所以觉得可以做的时候我就要做，因为可以有机会多赚一点 why not， 所以我就变成早上去 housekeeping， 晚上去餐厅做。好勤劳你跟你一起出门的那一 batch 有没有人像你这样勤劳？还是有的啦，有些人比我更拼啦。真的吗？对，但没有很多，一般上都是一人一份工作。真的很累，你想一下那个 housekeeping 这件事情啊，已经可以消耗大半的体力，对，然后你晚上还要去餐厅打工。但其实我那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虽然打2份工很累，但是因为我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housekeeping 虽然很烦，但是有些时候你遇到比较不错的客人的时候，你就很开心。比如说他们会留一些吃不完的食物在冰箱给你，我常做这种事对，但是你不要留那种不能吃的啦，对，那种还没有开罐的对，还没有开包装的我记得我那时候 housekeeping 带我的一个senior，他进房间第一件事情去说第一句话，看一下这客人有没有留礼物给我们，他就打开冰箱来看一下。所以其实你们是会开心的，对吧？某个程度上，如果留到我们想要的东西，那如果是已经你知道吗？石油、盐、胡椒粉
你知道我们已经拿到不要拿牛油，这些都可以拿去填土了咯，多到对，所以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拿，因为你用不完，所以你至少丢，就觉得它是一种浪费。可是有些客人会很贴心的留纸条说这个是没用过的，可以给你们。有些真的是还蛮好的，或者是有些冰淇淋大热天说有个冰棒几开心，你知道吗？Okay. 对，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小确幸。那忙完 housekeeping 呢，我就休息一下，就晚上去餐厅打工。餐厅那个我是做 kitchen hand，就是厨房帮手。我不是厨房帮手要干嘛？每一间餐厅应该不一样，但是大部分都是洗碗，或者是帮忙 prep， 就是帮厨师就是 chef prep 一些东西，比如说准备食材。对，而且你是什么餐厅？我是一个西餐厅对，他是当地人开了一间餐厅，但是我们厨师是菲律宾人把他的那个食物就是西式的。然后如果厨房忙的话呢 ，kitchen hand 要帮忙出甜点，所以我在那边炸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churros。就是那个鬼佬油条，对，就是那个。OK， 对，那蛮好玩，可是有点紧张，因为你知道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煮东西的人，所以它的那个油就好了嘛，热了，然后你就要自己拿那个东西挤下去给它一条，然后要看火，还有炸冰淇淋。会不会说就是如果你炸得不好，你那个 chef 真的会骂你啊，很凶的那种？看戏啊都常做的。我其实很幸运，因为我觉得我是乖巧的小孩，基本上我跟 chef 都没有问题，但是据我所知 chef 是会骂人的，而且我离开以后的新的 kitchen hand 跟 chef 闹得不开心。那我很好奇啦，就是你们的那个民宿是谁开的？我们的老板是中国老板，餐厅是 Kiwi 人开的没错，但是他的厨师，他御用厨师是菲律宾人。可是依然还是会有很多的 culture shock 吧，就比如说可能他们做事风格啊什么的。的确会有，但是因为工作的环境的话，老板是 Kiwi，但我们的 Kiwi 就是他们形容纽西兰人的意思。纽西兰人叫他们自己叫 Kiwi。这个要分享一下，纽西兰人叫他们自己叫 Kiwi， 然后我们吃的那个奇异果叫 Kiwi fruit， 一定要加 fruit 在后面。对，然后他们还有一种鸟叫做 Kiwi bird， 一定要加那个名称在后面才来可以分别啦。这个是题外话。好，就讲那个culture shock。这是我的前面2份工作，大部分我的同事们都是亚洲人，所以还没有太多的 culture shock。但是因为我第3份工作，我去到一个在马来西亚也是不会去上的班，就是一个叫树苗幼苗培植场。好妙哦！对，平时我们在家里种什么死什么，你还记得以前的？真的。你种成功的有那个贝泽，对，那个就是那九层塔。对，这怎么机缘巧合之下做那个树苗培植？因为那间公司呢，它是纽西兰最大的那个幼苗培育公司，就是从南岛北岛他们都有公司，然后所有你在那种 grocery store 那里看到的那卖幼苗的都一定会有那个牌子，而且它是算是那个农场工之一，所以很多打工度假的人都会 aim 这种公司，因为可以延签3个月。有不同的公司就会有不同的。不是每一份工作可以延签所以你只能做那些农场或者是季节果园的工作，你才能延签3个月。所以就这种工作，我们打工度假会你会想要争取更长的时间留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去找这种工作。所以这个我就刚好找到了，它是一个很妙，因为每天就是看花花草草，心情蛮好。看花花草草心情蛮好。对啊，还不错啊。然后有空浇水，开小车。那个体验我说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因为我回去那公司2次，第1次跟第2次做的工作都不一样。我第2次做的就比较特别一些，因为我就是一个 machine operator， 我就必须去操作那个机器来种种子、播种。用机器来播种啊？对，人家会以为你去种东西，那你应该是要在那边很辛苦的。对啊，弯腰啊。对，那然后里面弄个叫锄禾日当午，对，你以为是才没有嘞，我就是每天就是站这。高科技了。对，高科技它就是有不同的种子，你就放在那个他们的机器上面，你就要确定它每一个种子下到对的那个，就这样子。所以你是在那边会有遇到一点 culture shock 的。对，因为工作的人比较多是 Kiwi， 我也是因为在那边上班认识了非亚洲的人，就是比较多当地人。其实最主要你要去到国外最主要也不是要一直混着同样的就是同样语言的人，你最主要去认识更多不一样国家的人。对，我当初呢另外一个比较勇敢的事情就是我是一个人飞，你记得吗？所以我就是决定了过后我就觉得我很懒惰再去找人一起飞，因为我本来就是已经厌倦了别人要跟着别人的步伐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反正我一个人也久了，你知道。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买了机票以后才看，你知道那时候有很多 group chat，
有些人有谁跟我同一起飞，就是也是一个安心，就才去问，就 message 他们，哎，你们也是飞呀、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才才在我也是飞，认识了一下就只是这样子，而且可是现在就变蛮好的朋友了，还 OK。所以就是做了这个举动，然后就去那边算是一个人，所以就我一个人飞到奥克兰跟他们一起玩了1个礼拜，我就直接也是一个人飞去基督城，然后再就去到我之后打工的地方，都是一个人。然后所以我就是也是一个人去到这个 Kiwi 的公司，但是他们有很多 working holiday 的人，but 因为我不是那种有 group 的人，就是我不需要去参其他组，所以吃饭的时候我一开始我是一个人，但是久而久之我在那边认识同事过后，我就会跟那边就是 Kiwi 做朋友，开始有一个小圈子，开始有小圈子啊。culture shock 这东西就出来了。你知道我们亚洲人吃饭民以食为天，我们吃东西很热闹，大家就很喜欢围成一桌，对啊，然后聊天我煮一点share 你们自己煮去公司吃？对，我们一定是自己煮去公司。他这里 culture 跟这里不一样，他们那边是很多是自己带便当，没有所谓的 canteen 吗？他 staff house 他不会有公食，他就是给你放那个 warmer 放食物 microwave 热水这些东西吧。他免费的东西就是 Milo coffee， 而且就是如果是要在外面买又贵，很贵，你现在非常贵，而且亚洲人吃东西会比较丰富一点，然后他们本地人吃东西就比较简单，所以亚洲人呢就喜欢做室内晒不到太阳的最好哈。然后就一张桌子，哇，热热闹闹，一边讲话一边吃，你吃一点，我吃一点这样。可是 Kiwi 没有，你就看到他们默默一个人坐在外面吹风晒太阳，吃个三文治或是吃沙拉，就这样子简单，就安安静静。就像有讲话也是比较小声，亚洲我是非常吵，而且 culture shock 第一点，我们很喜欢，你看好像很好吃哈，可不可以试一点？然后你就讲好啊好啊，或者是我们很少会拒绝，好像可以试就这样试哦。我很多 Kiwi 朋友就是你试啊，不用紧谢谢。他们会讲不用紧，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奇怪是吧？他不是他们的 culture， 因为我问过说，我好像发现到每次问你们要不要 try， 就算不是食物是那种饼干的话，他们都会不要，他们觉得拒绝你不要吃是礼貌，因为那个是你的东西。他们不是因为觉得客气或者是不想吃，而是觉得没有，这东西是属于你的，我不应该去吃。差不多就是这样啊，他觉得你 offer 他是一个礼貌，所以拒绝也是他们的礼貌。但是因为我之后有跟一些Kiwi 解释讲说，我们其实是不介意的，你可以，你真的很想要试的话，你就可以。所以有一些就觉得好啊，或者是他会直接就讲说，你那个好像 OK， 我可以试嘛。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这真的是不懂。但有一些就还是很硬的，他就是不要 ，it's OK。我还记得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你有跟我讲过的，就是你们要有一个 party， 然后大家一起聚会，发生一件事情，讲一下。对 ，OK， 我一定要讲这件事情，因为真是一个用字上的 culture shock。亚洲人，如果我们讲说今天大家要每个人带个食物来一起做一个 party 的话，我们讲什么 potluck 嘛，potluck 你就知道你每个人要带一样东西来 share 咯。他那时候他们出一个 notice， 不你比较清楚什么你随便啦，他就写 bring a plate， 对啊，大家带自己的盘子可能就是没有准备那些餐具呀，对啊，所以我们亚洲看到bring a plate，我们还说明天记得带 container 来，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没有怀疑过到底到时候那 party 会吃些什么吗？因为那时候他就觉得说反正是公司举办的，他们一定会有东西吃，就不会想要去特别猜食物是什么，反正觉得应该是自助餐啊，对，就是这样嘛。结果当天一去到以后，就看到大家都往同一张桌子放食物，饼干啦什么啦。你要讲一下放食物的是谁？就是那些 Kiwi， 就是当地纽西兰人，他们就是带了一堆食物来放这。你就看他们拿着包包直接走到那个桌子面前，就拿一个东西出来放前面，然后他们就才去回他们的 locker 放。有啦，亚洲人也有带东西啊，带盘。真的是我越看越不对劲，我就想说完蛋，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预感。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们那一批有20几个，很多马来西亚人，20几个人带20几个盘去哦。对，然后我想说天哪，不对劲。那我就去问我认识的同事，我说请问一下，今天他们讲那个东西是我们每个人要带食物来的吗？他说对呀，bring a plate 啦。我说 bring a plate 不是叫你 bring a plate 啦。我说不是啊，你要带食物来。幸好你们是20几个一起有伴，你知道吗？对，很丢脸，我觉得很丢脸，因为别人会觉得说哇，你们是亚洲人，为什么没有带食物来？你们还要吃？我真的觉得太丢脸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事情。我那时候就去跟我主管说，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知道原来 bring a plate 是要带食物，因为刚好我们公司附近有百货市场，我就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现在 clock out。
请让我去买一些饮料还是什么东西回来都好，因为我说我们有20几个人真是太丢脸，不行，我觉得不行。所以他们就很客气说不用紧啦，那个食物一定够吃的，反正每次都是很多的，不用。我说不可以，这是礼貌，一定要。然后我就说，而且我们大家其实都不知道，所以我说我就可以代表他们一起去买，我才好过一些。会不会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 culture shock？对啊，对，所以由此之后呢 ，notice 上面写了过后，他们就会直接加 arrow with food， 这挺有趣的，很精彩。然后我这事情应该是在我们那个圈子啊，这故事真的是讲了很多次的，一直觉得很好笑。这突然间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出国啊去玩的时候，在上海，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讲一些英文啊什么的嘛，餐嘛。或者是我们会讲一些马来话，就是想要讲自己知道的东西嘛。然后后来那个店员听到我跟我姐讲了一句英文之后，他突然间要转讲英文呢。然后我就没关系，你可以说华语，因为我们讲话都掺来掺去。他们也不会听掺吧？对，他们应该听不懂什么叫掺来掺去。就是我们有很多语言，我们混很多语言。对，他们不用掺。就在每个地方会有一些自己独有的话语。对，马来西亚是最厉害的，说真的，真的超好玩的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culture shock， 我觉得是地域的关系，不是那个18层地狱啊，是应该地域不同，因为他们那边有4季，这个我应该就是最不能，也会让我完全不想出国去生活的一点就是4季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吗？我觉得纽西兰来说，它的冬天不会夸张到像首尔零下几度，还是哈尔滨这么严重。你不要讲那种哈尔滨那种负20-30度的地方啦。我一开始是很怕冷的人，记得吗？对呀，我比你更怕冷。你是比我怕冷没错啦，但我也很怕冷，在那个小房间我们都对，而且你知道，就是你去旅行啊，你才经历过那可能短时间的冷，和你长时间，你可能就2年了，然后经历2次冬天，然后春天、秋天这样子变化，你要不要讲一下那边的天气是怎样？纽西兰呢，它是相比马来西亚很热，但因为它是潮湿，所以它就变成很狗、很闷，所以那热是黏，你就觉得很可怕，很不习惯。这是我回来这次就觉得，哇天哪，为什么可以热成这样？可是明明已经在那里活30年了。对。可是因为在纽西兰它是干燥，夏天都好，它很干，它很热，可是你不会觉得黏黏。所以都还好，都还没有这么容易出汗。这边是我才刚刚洗好澡出来，我流汗了。可是毕竟我们是热天、热带国家的嘛，我们去适应夏天还是比较容易吧。对，但是因为我们如果你真的很冷的话，你就会待室内，你就开暖气，所以你也不会到有太辛苦适应的时候。他们那边就算不是冬天，他们的温差也可以变得很大，对吧？它一天4季。一天就4季，他不用等4个season。我以前刚刚去到我第3份工作那里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已经是春天了，所以我就奇怪，早上看那些 Kiwi 小姐姐们，她们都穿很厚来，因为很冷嘛。春天那个温度应该也是在10几度左右，就是白天的时候。对，但是因为只要去到中午，它可能就会上得更热，而且你还要是做体力活，搬搬抬抬，你就看他们脱衣。所以你一直看他们脱衣穿衣，因为你可以早上很冷，热了以后你脱，可是之后呢，又吹风又冷，它又穿，或者是下雨。这样子你去的时候没有很容易生病吗？我以为我会，但是还好没有。还有另外一个 culture shock。纽西兰的水呢是随便开随便喝，tap water 开起来就可以喝，饮用不用煮。马来西亚就不行，所以我回来再提醒自己，这不是 tap water， 不可以喝，要煮过。可是你一开始去，你看他们这样子开的时候，你有没有战兢兢的感觉？就觉得喝了真的不会肚子痛吗？我一开始我一定煮，我说就算它可以喝，我还是要煮，因为我们就习惯一定要喝煮过的水。可是久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呀喝不死的啦，然后你就知道喝没有怎样啊，就可能味道比较浓还是比较淡，你知道水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味道，就这样而已，所以就已经。所以我觉得啦，包括我自己。还有就是可能听到节目现在的朋友应该听起来这个 working holiday 这件事情其实是挺有趣挺好玩的，对吧？但是你自己觉得你的状态去到纽西兰那里，你的状态是更好还是？我觉得是肯定心态上会有比较不一样，而且是比较好的不一样。我们是因为在这里很无聊很沉闷，真的想要逃离跟去 recharge 的心态下去的，所以去那里过后，你所有的心情那时候都是用着旅行的心态去看每一件事情，不是那种很 harsh 的那种走马看花的
情况下，而是慢慢很悠哉去看好山好水好风对，景的时候。那个好风景，你不是那种1个小时看完，你是可以每天真的认认真真去欣赏。对，就可以坐在那个湖面前面发好几个小时的呆之类的。你要说哦，突然间知道我人生有了目标，我要做什么？那倒没有，因为我去那边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寻找我的回来要干什么，而是真的是要 take a break lay back， 再慢慢的放松。而且因为你去了那边，它是一种自由，你已经脱离了你这里原本的commitment 跟很多的束缚就对了。对，所以你去那边过后，你是一个自由身，山高皇帝远，对，就干嘛，没人理你，也没人看得到你，也大家也不知道你在干嘛，你为自己负责。对，所以你为你自己负责，然后你就觉得整个人就轻了很多。当然因为我不是那种乱花钱的人，所以我也不会担心说我的钱存的不够多，我回来要干嘛？很多人想说打工度假我会去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网红他们就想说哇第一桶金，然后大家就觉得我要去赚第一桶金，冲着这个东西去，但是是不是真的呢？就看你对这个打工度假的意义是什么。对啊，因为还有第一桶金的意义是什么？多少钱是叫第一桶金？1万块还是10万块？100千就是对了，100千也太难赚，好辛苦。所以有些人讲说100千净赚不用吃不用喝可以。你想看那个汇率乘2.8、2.9，然后你因为它是最低薪资，每个小时至少是22块多，23块，说22块半啊，你算咯。可是这就真的是违背你当初你要去 working holiday 的意义了。对，因为其实 working holiday 本来就是 working 了过后也要 holiday 的。对。但是当然有些人选择权是大家嘛，有些人还是觉得说我只要去 working 我不要 holiday， 因为我就是为了赚钱，还是有这种人也是可以，当然。但是你都已经去到这么远的地方了，你要放弃这机会去看一下世界吗？对啊，除非你真的很缺钱，没办法 ，OK。但对你来说不是，可是后来你就有点变化了嘛，对不对？对。原本是从一个 working holiday 的一个思绪，但是因为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因为你的表现良好，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也是表现良好了，刚好我觉得是frequency 刚到，就是频率一样，遇到可以合作的人，所以就觉得大家就说他也欣赏你的工作态度啦，也算是他们说我之前打扫的时候觉得还可以，刚好他去年有回来2个月的时候，我帮他顶他的位置，然后做了觉得2个月，他觉得好像还可以，大家个性上也合得来，就想说如果我们给你工钱，你有没有想要留下来？我就考虑一阵子，我觉得好，所以我拿到我的工钱，我只会在那边5年。工签就是 working visa， 就是能够留在那边做的，对，合法工作的。OK，所以原本从一个 working holiday 的思绪变成我要长期待在纽西兰，这样的一个转变有什么差别？有的。因为我之前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我想说我在那边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能做的事情时间也有限，我一定要去 bungee jump、skydive， 有很多 list 要做的。但是因为我现在拿了工签之后，我说我会在那边5年，有的是时间，不着急，所以我就变成怠慢了一点，所以到现在我都还没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另外一边又要想因为原本是说我只是想要暂时的离开马来西亚嘛，但是如果是真的长期留在纽西兰的话，心态上生活上好像又必须另外一个调整了。对，肯定的，因为那时候我要去以前呢，我那时候还跟你说，如果我回来没地方住，你还可以继续收留我吗？ Of course。 对，但现在我这次回来跟他说我可以把我剩下的东西带走嘞。心态是因为那时候只是暂时离开，所以很多事情都只是暂时搁着，打包收拾好，他还在那边。然后这次是想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然后把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可能就放掉了，比如说保险该断的要断啊，什么这比较琐碎的事情，所以心态上也一样。因为那时候觉得反正我只是离开1-2年，然后家人那些也都还好啦，我只是去个旅行，以前我妹妹去读书也是1-2年的嘛，都是这样吧。而现在回来其实比较放不下的就是家人，因为我的婆婆年事也已高，她会跟我说你还要去咩？不如我给你钱，你来照顾我啦。可是你知道每次老人家讲到这种东西就比较，我知道，我觉得这个家人的部分应该是最恐惧也最放不下的牵挂，没错，对不对？没错，其实除了家人，我真的没有什么好放不下的，真的，因为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反而是亲情、感情这一块是比较。没错，因为我们都是游子嘛，虽然是说纽西兰还是很远，但是我都可以感受到这一块了。对，因为纽西兰不是靠近，我们这种年纪，你也知道家人的年纪也是一定的年纪了，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对，或者是有一些帮忙你需要去处理的，原本可以在马来西亚处理的，你就可能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去 settle。对，其实讲到这个东西，我很感恩我的最小的妹妹，还在家里，就是她也还在槟城上班，所以我家里的两老还有还有最小的妹妹，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妹妹，她虽然人不在槟城，但是她1个月还是会回去一次，所以很多事情她都还是会帮忙处理，所以就变成我就变成比较不孝，因为比较远，你知道，又有时差。没有，我觉得这个需要被考虑在内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出国去工作什么，家人这一块也是要好好处理一下，对不对？不过我是幸运在我的家人都是支持我的，他们不会说你不可以去，我的家人说去啦，不要回来最好，你懂吗？我爸妈是这样跟我说。OK， 可能随着时间的改变会有不一样的讲法哦。他们原因是因为觉得说，如果他们有一个小孩在国外的话，他们可以随时去吃风。他们心态是这样啦。因为如果你就只是在这里的话，反正都还是马来西亚。没有啦，而且我觉得，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也了解到一点，就是孩子们长大之后会有自己的生活啦。就是如果他们多加几句去阻碍你的话，万一让你不开心什么的话，到底谁会后悔？这真的是很难说了。那也是。对啊，而且真的是你爸爸妈妈又年轻的嘛。对不对？是不是？是想 open。OK， 那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来给大家一些 advice， 你自己的角度的一些这个见解啦。就是如果真的要出国工作生活，要准备些什么？觉得最重要是准备好自己的心态，还有像我自己，我去以前刚刚有说到的，有一定的收入，可以让我自己不用担心这边的 commitment 的情况下，我可以离开1年半载的时间。不然你的人去那边，人这 commitment 给不到，这样对，还要让你家人变成有负担的话，就没有这么好。然后该做的功课还是要做，因为工作你没有办法在这里找到再过去，因为很多人都是想要请已经在那里的人，但是你应该要知道什么季节要去到哪一个城镇才找得到工作。你不要去在冬天去一个夏天才有工作的地方，那就是你的问题，因为是你的责任，你应该要做好这样的功课。不要以为你去那边问人，然后大家就一定要给你帮助，大家给你帮助是道德，不帮助是自然，对，也是自然。虽然我们常说什么随遇而安，对，既来之则安之，但是也不是这么的随便。对，因为在你做好自己的准备的情况下，你遇到任何事情，你至少都还有一个 idea， 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我说的是既来之则安之，不是让你不要去做计划，因为你还是要有一个大纲，知道你的方向应该往哪里走。但是因为你也没有办法100% 的跟着你所有的东西走，情况你会变的。你去到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国家，那个风土民情都不一样，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你也不知道那边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或者是生活作息是什么，所以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跟着你的安排跟着走的。真的，我觉得能够做好自己心理的调整，还有做一些功课上的准备，就是好像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冬天的暖暖包，一个暖炉，或者是一个你知道药香的感觉，就可以 stand by， 有什么急需赶快拿出来涂一下药的感觉。但其他事情你就是必须既来之则安之，对不对？对。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是结束了，但是其实还有续集的，因为呢，他就是在纽西兰做了3份工作，然后接下来就是让他可以留在纽西兰做5份，其实呢，也让他收获了很宝贵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有趣的分享，就会在下一集带给大家。所以想要听就是他在做这个民宿啊，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遇到什么有趣的客人，就一定要留守我的陈慧甜妈。在结束这一集之前，一定要让你来讲一下，如果你在纽西兰人的这个生活是一颗橙，它是什么味道的？甜、酸、苦还是淡而无味呢？我应该会把它形容成甜中带一点点的酸。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大自然的人，所以在一个大自然风景这么好的地方工作生活肯定是甜的。但是酸呢，是人生不是顺利的，就像我的工作偶尔会遇到一些不如意，那这就是那个酸的部分，所以甜带点酸 OK。 酸的部分敬请期待下一集。